再来一局，这局不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就是蓝道的宿命。既然法律的光照不到这些阴暗的角落，那就由我用科学来把这肮脏的黑产连根拔起。秦老板，汗都出来了，这牌局可是你自己组的，现在桌上的钱都被我赢光了，你这最后一注跟还是不跟？是啊，兰姐，没钱就别硬撑了，把这茶楼抵押给云姐算了。少废话，发牌。各位老板，上好的大红袍，醒神清脑。别发了。一个端茶倒水的服务员，干关老娘的局。千明，你干什么？在欧拉路径下，你的七小队概率是0，除非你袖口里藏了牌。什么欧拉路径？听都没听过，老娘凭本事赢钱。小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抓钱要拿双，你有证据吗？证据？放手！你弄疼我了！你敢在我的场子出老千，被发现了又怎么样？今天这钱我必须带走！放开我！你们找死！敢坏我的局！蛤蟆，这里是我的地盘，你带这么多人硬闯，坏了道上的规矩吧？规矩？老子就是规矩！秦岚，你欠我的钱还不上，云姐好心陪你玩牌抵债，你的人却敢动手打他！今天不把这小子的双手剁下来喂狗，我蛤蟆以后还在不在青州混了？你的左眼肌肉痉挛频率是每秒2次，你在心虚？心虚？怕你个戴眼镜的崽子！你不是来收账，云姐出千用的袖剑手法是你教的吧？可惜他学艺不精。你怕事情败露，所以亲自带人来砸场子，顺便用武力逼秦岚签转让协议。老子在青州开赌场靠的是信誉，你说老子的人出钱？信誉？那就让大家看看你的信誉。这是高斯分布图，描述的是正常随机电量的概率分布。正常的骰子掷出每个面的概率应该趋近于1/6，但你赌场里用的骰子，它的重心发生了偏移，导致高斯分布的期望值永远落在你想要的点数。你在骰子内部挖空，注入了高密度的金属。你少在这危言耸听，骰子是实心的，大家都能看出来。是吗？木头能被磁铁吸住吗？你的灌铅材料里掺了铁粉，连这点物理常识都没有。给我弄死他！把桌子砸了，磁铁抢过来！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双手抱头！蛤蟆，你涉嫌开设赌场、聚众诈骗、寻衅滋事，跟我们走一趟！小子，青南帮不会放过你的！叶千明，你今天断了蛤蟆的财路，就等于惹了青南帮，这只是冰山一角。敢不敢跟我干一票大的？这可是青南帮洗钱的核心账户，错综复杂，涉及几10个皮包公司。你能看穿他们的资金流向吗？账面可以造假，但资金的流动必然符合流体力学中的连续形成。设青南帮的资金池为 V， 流出节点为 A 到 Z。通过监控录像中他们马仔的出入频率，结合账户小额转让的时间差，运用蒙特卡洛模拟法，最终推导出下一个受害者是周梦瑶的父亲周老汉。他手里只有郊区那块快要拆迁的老厂房地皮。他们要用高利贷陷阱逼老汉签非法劳务合同，从而合法侵吞地皮。秦岚，反赌反账，肃清黑产，不能等他们上门，我们要主动出击。走。老东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在我们赌场输了300万，要么今天拿钱，要么签了这份劳务合同。我没赌，是你们的人硬拉我进去的，你们出老千。那合同是卖身级啊，签了我的厂房就全是你们的了，我不签。不签？今天不签，你女儿明天出门可能就不小心被车撞了。给我按手印。你们这群畜生！谁他妈找死？看清楚，这是市公证处和法院联合下发的合法债务重组文件。周老汉所有债务已经被我以资产穿托管的方式接管并重组，而你们涉嫌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的证据，我已经同步提交给了经侦大队。你的骗局，我用经济法破了。恩人，你
你救了我们全家呀！叶先生，如果不是您，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我女儿也毁了。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周叔，您记住，法律是保护伞，不是摆设。只要我还在这座城市一天，这种地下骗局，我见一个拔一个。喂，阿飞，茶楼怎么了？明哥，你快回来！青南帮的人冲进来把茶楼砸了，兰姐被他们强行带走了。我知道了，报警了吗？他们领头的说，如果报警，明天就让我们去护城河里捞兰姐的尸体。把门锁好，等我。周叔，您先去警局配合做笔录，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你就是那个用经济法把光头送进去的叶千明，穿的人模狗样的，下手倒是挺黑。秦岚在哪儿？你坏了我们青南帮的财路，断了我们的资金链，这笔账得算。青哥说了，江湖事江湖了，地下财局定生死。今晚8点，南京游艺厅 VIP 室单刀赴会，不见不散。你们青南帮的手段，还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低劣。少废话，不敢来就和秦岚说再见吧。让张青等着吧。小子，我看你还能笑多久？千明，你不该来的，这是个局。叶兄弟，光头栽在你手里不冤，不过在这间屋子里，法律可不保护你。我们玩一把炸金花形式的商业对赌，抵住就是茶楼的地契和秦老板的自由。你赢了，人地两清，我再额外附送100万精神损失费。你要是输了，茶楼归我，你这双坏了我好事的手也得留下。可以，不过我没带地契，我用我名下刚刚重组的一笔5000万合法基金做对档抵押，敢接吗？5000万，好，拿牌来。完美洗牌法，看似随机，实则通过指尖的力量控制，将牌分成均等的2份交错。但他的右手小拇指肌肉紧绷度异常，他在做定位。叶兄弟，切牌吧。发牌。按牌掐住。张青，你的商业对赌，科技含量未免太低了。这副牌的背面涂有极微量的偏正反光材料，在正常光线下肉眼无法察觉，但只要戴上特制的隐形眼镜，就能清晰地看到牌背后的隐形标记。利用光学偏正原理进行非法诈赌，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张青，仅凭这一条就足够你把牢底坐穿。老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发牌洗牌都在大家眼皮子底下，你少废话，跟不跟？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我全跟，开牌。降维打击，老子今天就让你破产，豹子哎千明！5000万，还有你的手，叶千明，认命吧！张青，你难道没有学过博弈论中的非对称信息陷阱吗？你还在嘴硬！你确实给自己发了豹子 A， 但这副牌里刚好存在一个极小概率的克制牌型。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太依赖你的眼睛，却忽略了物理学中最基础的变量。我切牌时那0.5毫米的偏差，足以改变整个牌局的流体力学轨迹。你出千，你绝对出千了！在数学面前，你那些低劣的骗术，连垃圾都不如一。235，专吃豹子。假的，这不可能！你作弊！怎么，赢了就是规矩，输了就是作弊？青南帮的格局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在我的地盘，老子就是规矩。陈斌，给我废了他，把他的手一寸一寸敲碎。兄弟们，上！千明，小心！既然讲道理讲不通，那就给你们上点物理课。根据人体力学，当你全力挥击落空时，你的重心将发生不可逆的前倾转移。你
起上，弄死他！别过来！别过来！我的手！张青，你记住，我废你的手，不是因为江湖私仇，而是为了那些被你用假牌假局坑得倾家荡产、跳楼自杀的无辜者。这世上只要有我叶千明在一天，你们这些靠欺诈吸血的烂肉就别想见天日。偏振眼镜的作弊证据，你们敲诈勒索的录音，包括这里的定位，5分钟前已经同步传输给市经侦大队和重案组。年轻人，过刚易折。你用数学砸了我的盘子，算得确实精彩，但这青州的商业秩序，还轮不到你一个毛头小子来重写。别紧张，叶千明，外面警察马上就到，这堆烂摊子留给你慢慢跟警方解释。至于秦老板，他背后牵扯的跨国换账，不是你能算得清的。秦老板，跟我进密室喝杯茶如何？站住！警察，全部抱头蹲下！我是报案人叶千明。地上的偏振眼镜是作弊物证，桌上的录音笔里有他们敲诈勒索的完整口供。这些人都是你干的？正当防卫，我利用了基础的人体力学使他们丧失行动能力，没有致命伤。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交给你们。刚才暗门关闭的沉闷回音耗时 0.8 秒，说明密道长度不超过20米，且带有向上30度的倾角。出口在背街的私人会所。放开他！利用空间几何和商学回声，在3分钟内锁定了我的撤退路线。叶千明，你这颗脑子当个服务员可惜了。顾爷，我说过，这世上的账没有我算不清的。秦岚是我老板，他不能走。不过，星海贸易设下的跨国庞氏骗局水深得很，秦老板被卷入其中，随时可能没命。我今天带他走，是在救他。顾爷，多谢您的好意，但我秦岚的命不习惯交到别人手里。既然你们想玩命，那就祝你们好运。记住，在青州，光有算计是不够的。现在可以把你的底牌全部交出来了吗？那个所谓的跨国坏账到底是什么？星海贸易，他们利用海外虚假项目在青州非法资金洗钱，我被他们设局，名下的一笔过桥资金成了他们洗钱的通道。如果不把他们内部的真实账本找出来，我就会成为这起涉案数亿的庞氏骗局的替罪羊。所以你一直在暗中调查他们，甚至想拉我入局。我本来不想拖你下水，但你太聪明了，破局的关键在星海贸易总经的心腹杜小青手里。秦岚，我帮你不是为了江湖道义，我父亲当年就是被这种金融骗局逼得跳楼，我要的是彻底摧毁这张网，把他们送进监狱。好，从今天起，我们毫无保留建立同盟。负责盯梢杜角康的线人葛东胜出车祸了，线索断了。什么？老葛，这10万块钱你先拿着。肇事车辆套了假牌，这笔账我会算在星海贸易头上。秦老板，斗不过的，他们根本没有底线。钱我收下，这辈子我只能是个废人了。杜小康的线，我帮不了你了。你虽然残了，但脑子还在。这笔血债，我们会用合法的手段，让他们1000倍奉还。好好养伤。你个赔钱货！老子欠了网贷30万，人家说了，只要签了这份跨国高薪劳务合同，去境外工厂干3年，账就平了。你不去，老子就要被砍手！住手！少管闲事儿！刚才你们强迫签订虚假合同，意图拐卖人口的言论已经全部录音，要是交出去，起步5年。需要我现在报警吗？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虽然赶跑了他们，但我们找杜小康的线索还是断了。
未必，数据不会撒谎。我花重金拿到的情报，王永强，杜小康的发小，关系极铁，但他最近深陷杀猪牌网贷，输光了家底。典型的庞氏结构衍生骗局，只要控制住王永强，就能顺藤摸瓜把杜小康引出来。王永强现在在哪儿？城北废弃汽修厂附近，他今天到了网贷的最后还款期限。本金5万，利滚利现在是20万，今天不掏钱，就卸你一条腿！宽限几天？我发小是星海贸易的高管，他有钱。20万，你们这复利算法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你们谁啊？想替他平事儿？司法解释，年利率超过36%的部分，绝对无效。你们这合同上写着日息5%，折合年利率高达182.5%。我这里有市经侦大队的直播专线，需要我帮你们谱书法吗？算你狠，小子，算你们走运，撤！王永强，你的债我们帮你平了，作为交换，你需要做一件事。想让我干嘛？叫杜小刚出来参加一场我们准备的投资考察局，事成之后给你5万。想找小康？既然你们这么需要小康，那就说明这事儿油水极大。我要10万，另外，老子不仅要10万，我还要你这家茶楼30%的干股，不然，我现在就去告诉杜小康，有人要设局搞他。10万现金加茶楼30%的干股，这是股份转让附条件对赌协议，签了字。东西就是你的。哈哈，秦老板果然是爽快人，早这样不就结了？明天晚上蓝鲸国际酒店 V8 包厢，我保证杜小康准时出现。第4页第7条附加条款：若乙方未能履行中介义务或泄露商业机密，需赔偿甲方违约金200万人民币。且自动放弃所有股权。对付这种贪得无厌的烂赌官，就得用法律做成最结实的绞肉机。他要是敢反水，这份合同足够让他把牢底坐穿。兰姐，不好了！刚才周梦瑶下班，在街口被他爸和几个黑中介强行塞进一辆白色面包车里了。别挣扎了，到了境外你好好敲键盘诈骗，表现好还能留条命。老家伙，这丫头长得不错。到了园区，可不只是敲键盘那么简单。操，是个找死的！别减速，直接撞过去。车速80公里匹配时，右侧轮胎胎压不足，重心左前移位。非弹性碰撞。你们的神经反应速度现在下降了至少40%。之前看在你女儿还舍不得对你狠下心的份上放了你一马，现在你不会再有机会了。你还没看清楚？我受够了！我今天就算死，也不会再让你控制我的人生！我举报，有人涉嫌组织跨国人口贩卖。秦老板，叶先生。你们不仅帮我交了所有的医药费，还帮我请了最好的康复医生，我老葛无以为报。老葛，江湖不只是打打杀杀，愚人雪中送炭是我们做事的规矩，你安心养伤。秦老板，叶先生，这是我堂弟葛东海，他不仅是星海贸易的业务主管，更是杜小康最信任的财务核心。叶先生，我大哥的恩情，我来还。这是星海贸易最近3个月的底层资金流向代码。我发现，杜小康背后不仅是庞氏骗局，他们还准备吞并青州所有的地下流动资金，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顾野。他们已经开始布局了，这 U 盘里的底层代码就是他们用来构建资金黑洞的抽水泵。能解开吗？这应该是星海贸易最核心的机密，杜小康不可能不留后手。任何基于算法的加密都存在逻辑漏洞。这套加密逻辑用的是尾随基数发生器，只要找到它的种子序列，就能逆向推导。引入马尔科夫链模型，锁定状态转移矩阵，剥离干扰数据包。解密成功，正在读取核心数据。原来如此，
他们利用高息理财作为诱饵，构建了一个多层嵌套的庞氏结构，底层资金不断被抽离，转移到海外的空壳公司，而他们下一步是想利用虚假的不良资产包做抵押，反向套取顾爷掌控的地下流动金池。一旦顾爷的资金池被套空，整个青州的地下商业秩序就会彻底崩塌。杜小康是想掀桌子，一旦崩盘，我们这些底下的人全都要做替死鬼。叶先生、秦老板，我可以配合你们做局，彻底摧毁杜小康的野心。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成之后，杜小康进局子，我要合法接管星海贸易名下所有干净的实体业务。葛东海，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我们不是在分赃，而是在除恶。叶先生，这只是商业交易。商业交易的前提是合法合规。星海贸易涉嫌重大经济犯罪被查处后，其资产将由法院依法进行清算和拍卖。你想要接管，可以，到时候你可以带着干净的资金，通过合法的司法拍卖程序去竞标那些实体资产。我会为你提供一份最精确的资产变故模型，保证你在合法框架内利益最大化。但如果你敢伸手碰1分钱的黑产，我会亲手把你送进杜小康隔壁的牢房。听懂了吗？叶先生，谢谢您。如果不是您，我现在已经在那辆开往境外园区的面包车上了。你该谢的不是我，是你自己。你父亲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我愿意为你们做任何事，哪怕是去接近杜小康，哪怕是去做那些危险的灰色任务，只要能帮到您，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愚蠢！你以为所谓的报恩就是把自己物化成一件工具，甚至是一件消耗品？可是我除了这个，不知道还能怎么报答你。我不想做一个没用的人。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靠出卖尊严和身体来体现的。我们之所以要对抗杜小康这种人，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为了让像你这样的人能够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地活在阳光下。你想帮忙，可以，但我不需要炮灰，我需要的是有专业技能的同伴。星海贸易名下有几十家用来走账的外围空壳公司，这需要极强的财务审计能力去抽丝剥茧。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去考取初级财务审计证书，用合法的手段、专业的知识去扒下那些犯罪分子的伪装，这才是你报恩的唯一方式。能做到吗？能，叶先生，我一定能做到。杜小坑，猎网已经编织完毕，现在该请君入汪了。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个绝密沙龙。以前只听说你是个开茶楼的，没想到水这么深啊。不过在青州搞量化对冲，你们不怕风控爆仓吗？杜总说笑了，水不深怎么能藏得住真龙呢？我们做的不是普通散户的买卖，而是替大资金找一个安全的出海口。口气倒是不小，但我杜某人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杜总是个内行人，既然如此，那不如让专业的人来和您对话。这位是叶千明先生，前华尔街顶级对冲基金的高级量化架构师，专攻极端市场环境下的高频做空策略。杜总，对吧？听说你在星海贸易操盘了一个多层线套的资金池，利用息差吃利润，手段太粗糙了。在我的系统里，这种效率简直是在犯罪。你什么意思？传统资金盘的年化收益率撑死不到30%，还要承担挤兑风险。而我们利用高斯分布模型预测市场尾部风险，通过高频交易进行瞬间的多空双杀。这是做空机制，你疯了！这杠杆一旦爆仓，连骨头渣子都不剩。爆仓，那是给弱者准备的词。启动反向对冲，切入点，标准它偏离均值3.5倍，满仓抄底。半个小时，135%的净利润，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没有任何模型能做到零回撤。杜总，在数学面前，没有不可能。如果把星海贸易那笔见不得光的死钱放进这个池子里滚一圈，不仅能洗得干干净净，还能让你的财富呈指数级爆炸。你需要多大的资金体量才能启动实盘？5000万起步，少1分我都懒得开机。5000万！小康，你要的文件我拿来了。这什么破地方，搞得神神叨叨的。你是那个
那个茶楼的服务员，你他妈根本不是什么华尔街精英，小康，这是个骗局！我上次在这家茶楼被高利贷逼债的时候，亲眼看到这小子穿个服务员的马甲在端茶倒水，他就是个跑堂的。叶先生，我觉得你需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杜总，这就是你身边最信任的人。连尽职调查和底层伪装都分不清的蠢货，你骂谁闯祸？你个死骗子！闭嘴！杜总，你觉得一个真正在华尔街操盘数十亿美元地下资金的幽灵回到国内，会挂上量化大师的牌子到处招摇卖市吗？大隐于市，我的身份越卑微，我的资金池就越安全。秦老板花了1000万的安家费，才让我勉强同意在这个破茶楼里搭服务器。结果，就因为你带了这么个只会用眼睛看表象的蠢货，差点毁了我苦心经营的伪装网。永强，你少在这大呼小叫的，出去！没我的吩咐，不许进来。不是，小康，他真的是骗子！滚出去！滚！叶先生，下面人不懂规矩，让您见笑了。刚才那个对冲模型，我们再详细聊聊。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杜总，5000万的敲门砖，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不送。跑堂的，行啊，连杜小康都被你忽悠瘸了。你想干什么？少装蒜！5万块，马上给我转5万块钱封口费。今天这事我就当没看见。你的胃口还真是不小。少废话，给钱，不然我一刀捅了你！王永强，你欠老九50万的网贷，利滚利已经快到100万了吧？没这5万块，你的手可就保不住了。你怎么知道？我不仅知道你欠债，我还知道你现在连拿刀的资格都没有了。你吓唬谁呢？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哼，鱼死网破，你配吗？眼熟吗？半个月前，秦老板帮你还了5万块的高利贷，作为交换，你签下了这份股份转让附条件对赌协议。这不就是个借条吗？秦老板说了，只要我以后不在茶楼闹事，这笔钱就……蠢货！你仔细看过里面的附属条款吗？一旦你对甲方产生任何形式的违约行为，协议立即触发违约机制，算上惩罚性赔偿金。你现在欠秦老板的债务不是5万，而是213万9400块。这是敲诈！我要报警！去报，警察来了也只会定性为合同违约纠纷，而你不仅要还钱，还会因为涉嫌敲诈勒索被立案调查。叶先生，钱主管到了。叶先生，秦老板，人我带来了。九哥，麻烦你了。这位王先生似乎对契约精神有什么误解。九哥，您怎么在这儿？王永强，你长本事了，欠老子的80万网贷还没还清，又欠了秦老板200多万的违约金。九哥，我被坑了，那合同是假的，他们合伙做局坑我。假的？秦老板已经把你的债权全权委托给我处理了，在老子的风控字典里，只要签了字，哪怕是卖身契也是真的。王先生，根据我们不良资产处置部门的合规流程，第一步，明天上午你将被列入老赖名单；第二步，你的父母亲戚、所有通讯录好友都会收到极其合法的律师函和债务催缴通知，让他们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烂人；第三步，我们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拍卖你乡下老父母唯一的那套土坯房，让你一家人流落街头。别！九哥，求求你别动我爸妈的房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叶先生，秦老板，求求你们！想活命吗？想活命。叶先生，只要您能高抬贵手，您让我干什么都行，做牛做马我都愿意。做牛做马，我不需要畜生，我需要一条听话的狗。签了它，从今天起，你是杜小康的影子，也是我的眼睛。只要你按照我的指示，把杜小康一步步拉进我们的量化对冲盘里，不仅秦老板的200万违约金一笔勾销，九哥那边的80万欠款，事成之后我替你还。我签，叶哥，您以后就是我亲哥，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收起你的眼泪和软弱，等会儿回到杜小康身边，你要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贪婪，比任何人都相信这个投资计划。如果你敢露出一丝破绽，让他起了疑心，那我们就只能走合法催烧流程。明白，我绝对演得天衣无缝。跑出去这么久还舍得回来，小康，
发财了！这次是真的要发大财了！你吃错药了，刚才不是还喊打喊杀说他是骗子吗？我刚才是瞎了眼。小康，我刚才去洗手间，偷偷听到了那个叶千明和秦老板的通话。这个叶千明根本不是在做普通的量化投资，他是在帮境外的大鳄洗钱。不管多黑的钱，扔进去滚一圈，出来就是合法的投资收益，而且利润高的吓人。你听清楚了，千真万确。小康，咱们公司账上压着那么多见不得光的死钱，如果把这笔钱投进叶千明的盘子里，既能洗白，又能赚翻倍的利润，到时候顾爷算个屁，整个青州都是咱们的。5000万敲门砖，好，只要他的系统真的无懈可击，5000万算什么？鱼要钩了，准备上主菜。5000万的初始资金我可以调动，但我杜某人做事讲究一个眼见为实。这是我们星海贸易的首席安全架构师，我要他检查你这套量化对称系统的底层代码。哼，杜总，你知不知道在华尔街要求看一个量化大师的底层代码，等同于在黑帮谈判里要求对方把枪交出来。国内规矩，不见兔子不撒鹰。5000万的真金白银，我必须知道它的运转逻辑。但我只给你们10分钟，如果你的技术员看不懂我的塔皮逻辑，趁早带着钱滚蛋。这是非线性动力学模型，不对，里面还嵌套了高频招弋的马尔查克链，太完美了！这套代码的运行效率简直是艺术品。别废话，有没有后门？我们的资金进去会不会被他直接吞了？杜总，我找到了，这系统没有后门能直接吞我们的钱，但是系统架构里有一个微小的延迟漏洞，这意味着在进行大资金对冲清算时，如果我们利用公司的超级计算机抢在这0.001秒前发起反向平仓，我们不仅能拿走所有的交易利润，还能反过来捞他系统的羊毛。叶千明这套系统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安全的，更是个提款机。叶先生，你的系统确实很精密，看来我们有合作的基础了。不过这毕竟是地下交易，我需要第三方担保。担保？在青州除了顾爷，谁有资格给你做5000万的担保？太险了！如果他们发现那个漏洞是你故意留的诱饵，我们全完了。最高级的骗局，不是让他相信你，而是让他自以为看穿了你。杜小康已经上钩了，接下来需要给他致命一击，让他把星海贸易所有的底牌都掏出来。孙素雅已经准备好了，去吧，用权力与内幕的极致诱惑，彻底击碎他最后的理智。杜总，给您引荐一下，这位是省城顶峰风投的执行副总裁孙素雅女士，她可是掌握着全省近半地下资金流动的核心人物。久仰大名，能在青州见到您，真是杜某的荣幸。杜总客气了，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孙总，这东西您是怎么弄到的？你只需要知道，顾爷老了，他的盘子太大，动作太慢。省城那边的几位老板对他常年把持青州资金盘非常不满。我们需要一个青州本地的代理人去接管这块蛋糕，但我不确定杜总有没有吞下这块蛋糕的胃口和胆量。孙总，您小看我了。我们星海贸易账面上的资金池随时可以调动5个亿，只要您的内幕消息准确，顾爷的盘子我敢全盘接手。很好，但我不需要5个亿，我只需要5000万作为保证金，打入叶千明的量化对冲系统中进行交叉锁仓。作为交换，这份绝密财报归你。同时，一旦对冲启动，省城的资金会配合你打爆顾爷的仓位，到时候青州的王就是你杜小康。成交！我马上安排转账，5000万，我马上安排转账。杜总，只要在这上面签字，5000万资金入局，顾爷的时代就将终结。孙总，这笔钱打入叶千明的系统，真的能做到万无一失？杜总，看来你还没有做好成为青州霸主的准备。没关系，既然你这么谨慎，这份内幕对冲计划我找别人合作。不，我签。签了字，你就不再是猎手了。你吞了多少无辜者的血汗钱，就要承受多大当量的毁灭。狩猎结束，启动资金黑洞闭环。叶千明，你是不是以为
借着我的名头设局，我这个老头子会一无所知。顾爷，年轻人，这盘棋下的不错，但你忽略了一点，像杜小康这种在泥沼里爬起来的赌徒，永远会在裤裆里藏一把刀。 5000万资金的闭环已经形成，他没有机会了。青州这滩水比你想象的要深。秦老板、孙总，等这笔资金在叶千明的系统里滚上一圈，顾爷的时代就彻底翻番了。以后这青州的地下资金盘就是我杜某人说了算。杜总好气魄，只盼着这5000万能生出金蛋来。杜哥，您现在可是真正的大鳄了，以后可得多多关照。那是自然，等钱一到账，我立刻给你提一台保时捷。杜总，糊涂啊！你是不是把那5000万打进对冲池了？你发什么疯？没看我正和秦老板谈几十亿的大生意吗？滚出去！谈个屁的生意，那是无底洞，是死局。我的罗盘煞气冲天，代表你资金流向的星位已经彻底崩塌了。这位师傅，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们的对冲协议可是正规渠道。放屁！杜总，你立刻查你的海外账户。钱呢？我的5000万流动资金呢？你们合伙搞我，把钱吐出来！放手！你敢在我的地盘撒野？杜总，别闹出人命！还没死绝，这局还没死绝。钱都没了，我们还有一次机会。你什么意思？钱都没了？这叫玄武截水局，对方用的是极高明的延迟吞噬手法。但今天财星高照，只要在系统最终结算的最后10分钟内，我就能施展倒转乾坤的大阵，把钱硬生生抽回来。能办到？那可是5000万！我请2次数据对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通天手段。2次对赌，用风水玄学来掩盖底层的黑客逻辑，有点意思。姓叶的，你敢设局坑我的5000万？你今天要是不能把钱原路退回，老子让你走不出青州！杜总，白纸黑字，资金进入对冲池产生亏损，那是金融市场的自然规律，怎么能叫坑呢？杜小康，这可是你自己非要削尖脑袋挤进来的局，现在输不起，想耍无赖？老子今天就算是把这儿掀了，也得把钱弄回来。大山，看你的了。叶先生，年纪轻轻手段倒是毒辣，可惜这5000万的财运你受不起。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阁下怎么用罗盘改变底层代码。哼，无知小儿，天地契机皆有定数。兰姐，这人是不是疯了？对着电脑主机跳大仙？事出反常必有妖，签名，小心有诈。装神弄鬼，只不过是为了掩盖真正的魔术手法。财气倒灌，给我破！物理层面的硬件植入，原来这才是你的底牌。看好了，逆天改命就在此刻！动了，大山，真的动了！姓叶的，你真以为你的破烂系统天下无敌了？老子有大山这种得道高人坐镇，你的法术破了，钱马上就要回我账上了。签名，怎么回事？我们的防火墙是顶级的，怎么可能被攻破？叶先生，天命不可违啊！现在给杜总认错，也许还能留你一条路。天命，我最喜欢的就是把所谓的天命拆解成一堆废铁。怎么不说话了？哑巴了？你刚才不是挺狂的吗？等5000万全部回流，我立刻让外面的兄弟把你废了。第一层金融算法矩阵，马尔马尔拼链模型运行正常，算法被攻破的概率为0。第2层，网络层防火墙，外部攻击无效，内网渗透路径闭合，软件层面不存在被黑客远程劫持的可能。既然软件层面无懈可击，那么唯一能篡改数据回传指令的途径，只剩下最底层的物理传输介质——网卡接口、主板数据线。一切从李大山靠近主机的那刻起发生了改变。原来如此，用声音的震荡来触发物理开关，调节芯片的拦截功率，真是把科技包装成了巫术。吓傻了吧？大山，别给他喘息的机会，
立刻把剩下的1500万全部抽干。杜总放心，这就让他倾家荡产。千明，不能再等了，一旦资金全部回流，我们之前所有的布局就彻底作废了。兰姐，让子弹再飞1秒。我不仅要让他把钱吐出来，还要把他的底牌撕得粉碎。你干什么？法阵正在运行，靠近会遭天谴的。滚开！你敢逆天而行，我这可是开过光的我的手哼，天谴，我就是你的天谴。动啊！怎么不动了？大山，你快做法呀！做法？杜总，你花重金请来的风水大师做的不是法，而是最低级的物理层数据嗅探。这东西叫硬件木马，表面涂有改变传输频率的特殊涂层，能够强行拦截数据包。他所谓的做法念咒，不过是为了分散注意力，趁机把这个插在接口上，用封建迷信的幌子包装科技犯罪，真是好手段啊！不可能，大山是神算子，他说我今天命中有财星庇佑。财星庇佑？杜小康，你真是愚蠢的可笑！你以为靠着烧香拜卦就能掩盖你吸血食 C 的罪恶？你试图通过非法博弈去掠夺别人的财富，把这种巧取豪夺寄托在所谓的宿命论上，这是智力与道德的双重残缺。我没有，你骨子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赌徒的心态是不劳而获，妄图用玄学打破科学铁律。但今天我告诉你，在精密的数学和物理面前，你的贪婪和迷信一样不堪一击。你的5000万1分钱都不会剩下。想跑？放开我！我是拿钱办事的，不关我的事儿。拿钱办事？看来你手里还掌握着不少杜总的秘密啊。我什么都说，叶先生，秦老板，我是被逼的。李大山，你敢乱咬，你现在自身难保了。叶先生，杜小康这1年多来窃取了青州10几家大公司的商业机密底标，这里面是所有的窃读数据和转账记录。兰姐，收网了。杜小康，你这几年用下三滥的手段，坑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今天就是你还债的时候。你们想直接吞了我的星海贸易？你利用非法手段窃取商业机密，按照相关经济法规，面临的是天文数字的惩罚性赔偿。这上面索赔的3个亿，买你星海贸易全部的资产和股权，已经很公道了。3个亿，我所有的流动资金都被坑光了。既然拿不出钱，那就用星海贸易抵债。签了字，你只是一无所有；不签，这枚 U 盘就会出现在青州经侦大队的桌上，数罪并罚。我签，这辈子都得在里面踩缝纫机。千明，你报警了。让法律来给这种人渣定罪，才是肃清这片灰色地带最彻底的方式。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还在泥潭里挣扎。这只是第一步，青州这盘大棋，我们才刚刚落子。叶先生，姑爷在领楼茶室备了上好的大红袍，想请您过去聊聊。带路。姑爷，叶先生和秦老板带到了。下去吧。坐。大红袍刚醒好，火候正佳。兵不血刃，用量化对冲的壳子套牢杜小康5000万资金，又借力打力，把这个金融毒瘤直接送进了局子。叶小兄弟，你这手概率学与心理学的连招玩得漂亮。顾爷谬在了，数学不会骗人，贪婪的必然结果就是期望值为负。我只是推了多米诺诺牌的第1条而已。不过，你以为拔掉了一个杜小康，星海贸易就垮了？顾爷的意思是，星海贸易背后还有大鱼？杜小康不过是个被推到台前的傀儡，一个有点小聪明但没格局的提线木偶。星海贸易真正的钱袋子，也就是整个青州地下黑产的实际控制者，叫赵德江。赵德江，这名字在青州的商界注册信息里似乎是个隐形人。
因为他玩的不是现代商业，而是封建帮派那一套，利用所谓的歃血为盟，给底层受害者洗脑，再用高利贷把他们敲骨歇睡。那些受害者全被他精神控制。难怪星海贸易的资金链断了一环还能撑住，原来底层有这么多受害者在替他们供血。不管是9出13归还是封建洗脑，这份抵债协议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我要去接收星海贸易的剩余资产，切断赵德江的供血大动脉。年轻人有魄力，但赵德江的堂口养着一群亡命徒，以单枪匹马去要账，跟送死没区别。我信仰科学，不信鬼神，更不信所谓的江湖规矩。赵德江的数学模型漏洞百出，今天就是他的清算日。青州这潭死水终于被搅动了。这地方透着一股邪气，连监控摄像头都伪装成风水兽的模样。赵德江这老狐狸把防备做到了极致。再坚固的堡垒，受力点一旦被破坏，也会瞬间崩塌。哪儿来的小子，不懂规矩吗？进我聚义堂，见了长辈不磕头敬茶，还不跪下给赵爷敬茶？拜关公，关公代表的是忠义，而你们玩的却是利用高额费率榨取弱者生存空间的金融诈骗，用神明来给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心理背书，这就是你的规矩。放肆！在青州，老子的话就是规矩。废话少说，杜小康已经进去。这是他作为星海贸易法人代表亲笔签下的资产抵债协议，按照合作法与公司破产清算流程，星海贸易名下所有的隐匿资产、流动资金以及这处堂口，现在都归秦岚女士所有。我今天来是通知你交权的。年轻人拿几张废纸就想吞我的基业，你数学好难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账本是活的吗？顾小康出事这3天，我已经动用地下钱庄的渠道，把星海贸易所有的明面资金漏洞全部抹平了。现在星海贸易不仅不欠你们钱，账面上还干干净净。你的抵债协议现在擦屁股都嫌硬。你利用三角贸易虚增利润，提包公司进行高频对倒洗钱，但你忽略了本冯克定律，这上面的自然数字首位分布完全违背了手术概率分布规律，人工捏造的痕迹太重。只要经侦大队的审计软件跑一遍，你的屏障模型就会瞬间崩溃。给脸不要脸！既然你不讲江湖规矩，那就按江湖的死局来办，把这小子废了，给他扣下，上！闭上眼睛，30秒解决。重心偏移，杠杆借力，神经传导组织。别乱，围死他！怪物，这他妈是怪物！给我挡住他！挡住他！给我挡住他！在绝对的数据监控下，你无路可逃。赵总急着去哪儿？为什么打不开？我明明花重金请人设计的独立安防系统。从我踏进这扇门的第1秒，这个基于特定频段的电磁干扰器就已经锁死了你堂口内所有的电子机械门禁。物理层面的切断是最原始也最有效的黑客手段。就算你抓住我又怎样？账面已经平了，警方查不到我的核心资金流向，你拿我没办法。你以为你的屏障手段很高明，利用地下钱庄进行高频碎片化转账，企图掩盖资金源头。可惜你对现代数据追踪技术一无所知。我利用马尔科夫链算法对你过去3天的资金流动进行了状态转移概率分析。无论你把资金切分成多少份，它们在不同账户间的转移概率矩阵是固定的。算法已经自动复原了你完整的黑账网络，包括你藏在海外信托里的2000万美金。这份复原的黑账数据在我们进门前就已经实时同步给了青州经侦大队和反洗钱中心。赵德江，你的封建帝国彻底塌了。完了，全完了！我几10年的心血。
压在青州底层的这块毒瘤终于被切除了，千明，谢谢你。罪恶的温床是由信息差和贪婪构成的。赵德江倒了，还会有新的骗局出现。只要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欺诈的行为不停止，我的算法就不会停止运行。用规则打破规则，用科学碾压迷信。这小子确实是能肃清青州这盘大棋的破局者。开车，我们的反诈联盟是时候给他点真正的资源了。叶先生的病理学比喻很精准。赵德江的地下钱庄虽然塌了，但他养的那群猎狗可还没死绝。顾爷还没走，看来是有新的病例报告要交给我。这是大北城信息网刚刚截获的绝密货运单。赵德山手下的杜小康和东海正企图转移一批隐藏的走私资产，他们想借此筹集资金，重整旗鼓。是一批海外走私的重型机车和零部件，数额惊人。如果让他们把这批货洗白变现星海贸易的残酒子，就死灰复燃。年轻人，青州的盘子，我不希望再看到这群渣子的影子。只要是数字构成的防线，在我眼里就如同虚设。哼，我等你的好消息。单据上的发货地址被加密了，但我查到星海贸易在城南有一个废弃的物流据点。走，去给这群寄生虫做个彻底的切除手术。兄弟们，赵总虽然进去了，但我们的财路没断，只要把那批货运出去，每人分10万。可是康哥，连赵总都栽在那小子手里，我们能行吗？警察盯得那么紧，怕什么？那小子以为只因我就能拉我下马，还不是让我出来？身上流血了，关二爷醒灵了！关二爷滴血认事，谁敢在这个时候退缩，就是违背江湖规矩，天打雷劈！跟着康哥，东山再起，死磕到底！死磕到底！死磕到底！21世纪了，还在玩这种劣质的化学魔术来洗脑底层，你们的智商真配得上你们的罪行。神像流血，这种低级的酸碱掩饰剂把戏。站住！你敢亵渎神明！啊，这血怎么没了？是假的？神像表面预先涂抹了酚酞试品，你刚才泼上去的无色液体是稀碳酸钠溶液，酚酞遇碱变红，制造出流血的假象。而我泼的洗洁精中含有弱酸性表面石级剂，中和了碱性，自然就褪色。用封建迷信来控制人身自由，驱使他人为你卖命。杜小康，你这是被李大山骗久了，自己出师了。放屁！少在这妖言惑众！兄弟们，他就一个人，谁砍他一刀，我给10万！我今天就给你们上一堂应用力学课。目标重心偏移15度，右侧肋骨下沿暴露，打击受力面积3平方厘米。啊！我的手麻了。根据阿基米德杠杆原理，支点越近，反应力量越小。记住，人体关节活动的极限角度是固定的。超过阈值，系统就崩溃。叶千明，你这是故意伤害，我要报警抓你！报警正合我意。不过在警方接收你们之前，我们需要聊聊那批重型机车。什么机车？我们不知道，那是正常合法的物流业务。肩锁关节是人体上肢力最脆弱的枢纽，施加超过25公斤的定向压力，就会导致韧带撕裂。痛觉神经会把信号以每秒120米的速度传导给你的大脑。啊！疼！我说！东海，你闭嘴！说了我们就彻底完了。这根石膏的承受压强极限是1.5兆帕。你想试试骨折处发生2次错位的摩擦感吗？别踩！货在城郊西路的废弃冷库区第7号独立仓库，今晚凌晨2点会有买家带现金来提货，账本也在那里。西郊冷库区那里地形复杂，监控盲区极多，确实是藏匿走私货的好地方。带着你们的封建迷信，去监狱里好好忏悔。你们只有3天时间，不，准确的说，必须在今晚掐断这条走私线，拿到核心账册，否则货一旦散出去，就再也查不到了。明白了，顾爷。今晚我们一定拿到物证。今晚我单刀赴会，你去准备便携式数据扫描仪，等我控制住局面，你再进来提取账本。我们连人带赃，直接打包送给海关。好，我负责外围接应。
你千万小心。巡视周期45秒，视线交汇死角，持续时间至3.2秒。木箱边角采用了重型钢钉加固，底座是高强度的承重托盘，3立方米的毛绒玩具，重量最多不超过50公斤。而这种承重托盘的规格是用来承载1吨以上重物的，体积与承重比例完全违背常理。不仅有海外走私的资金流水，还有给各路内鬼的打款记录。赵德海的保命底牌全在这里了。刚才外围的红外传热器响了，我还以为是野猫，没想到竟然溜进来一只自寻死路的老鼠。你们的红外线不妨有2处逻辑漏洞，我特意猜想了其中一个伪装的诱饵节点，因为我自己找账本太慢了，需要你们帮我开灯。连我们星海的货都敢动，按照咱们道上的规矩，偷窥香堂机密得受3刀6洞之刑。兄弟们，上！是。今天我教教你们什么叫绝对服从于物理法则的终极制裁。一群被江湖黑羽洗脑的蠢货，通过滑轮组改变受力方向，以这群人的体重总和，只需要释放3号配重炮的重力势能。去死吧！放我下来！你到底干了什么妖怪法术？这不是法术，这是高中物理的重力场能转化与动滑轮应用。在科学面前，你们的江湖规矩一文不值。千明，你这是……物理陷阱而已，比打架省时省力。核心账册和走私机车都在这里，扫描设备带了吗？带了，我马上开始数据提取打包。你们敢动星海的货，等我们老板出来，杀你们全家！你们的老板赵德江现在正在号子里踩缝纫机，而你们今晚过后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你们将在不同的监狱里度过余生。数据打包完成，我已经将证据链连通这里的坐标，直接匿名发送给了海关缉私局和市局经侦大队。赵德江的最后一丝根基彻底被连根拔起。千明，我们赢了。只要这些试图用不劳而获和欺诈的人还存在一天，我的算法就不会停止。这只是个开始，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秦老板这么晚才回来，让我好等啊。顾杰，大北城的人来我这小茶楼，有何贵干？明知故问。赵德江那个蠢货虽然进去了，但他那批被海关扣下的车里，可藏着我顾杰私下入股的3000万。这笔损失你秦岚是不是该给我个交代？赵德江罪有应得，你私设黑金更是违法，与我何干？好一个与你何干！既然你不讲江湖规矩，那就别怪我用商业手段了。把门给我封死，咱们进去慢慢聊。这是一份债务转移合同，既然你报的警让我的钱打了水漂，那这间茶楼还有你秦岚这个人，从今晚起就归我大北城了。签了它。伪造的对赌协议，顾杰，你真以为青州是你一手遮天的地方？在青州，我大北城就是天。你不签，今晚你们谁也别想站着走出去。叶千明，拿着你3个月的工资，马上给我滚！从今天起，你被解雇了。想一个人扛下所有危险来保护我吗？真傻。好，我走。原来是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废物小白脸，滚吧！还以为是什么硬骨头。想吞掉茶楼，在我的数学模型里，你们连胜势率为0的底牌都不配拥有。抓到你了，顾杰！敬酒不吃吃罚酒，
秦岚，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字你是签还是不签？你别做梦了，这种非法的黑账，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认。不认？好啊，等我拍下你的视频，我看你还怎么在青州立足。真以为那个跑路的能来救你？哟，这不是秦老板那个小手下吗？怎么，跑了一半又舍不得主子的钱，回来要饭了？小子，这里是大百城，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紧滚，不然打断你的腿！让开！我的反击从来不是为了逞勇斗狠，而是为了彻底摧毁你们这些社会毒瘤。千明，你怎么进来的？外面的人都是死人吗？给我上，弄死他！物理学第一定律，惯性。我的眼睛，张天好滑！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老子废了你！利用非法的赌债陷阱去胁迫、控制女性，以此满足你们那点可怜的权利和利益欲。这不仅是违法，更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只要我还站在这里，你们这些活在下水道里的蛆虫就休想得逞！叶千明，你别太嚣张！我叔叔是大北城的顾爷，你敢动我，顾爷绝对会让你在青州尸骨无存。顾爷，你确定他现在还会保你？这是我刚才在车上顺手黑进你海外云库截获的真实财务报表。数据显示，你不仅利用赵德江的走私渠道私设小金库，还伪造大北城的公章，将顾爷名下的2处合法产业秘密抵押，填补你在境外的赌债窟窿。你怎么可能拿到这些？这是最高级别的加密算法。在高等数学面前，你的加密算法就像小学生的算术题一样粗糙。你吃里扒外，背着你叔叔挖大北城的墙角。如果顾爷看到这份资料，你觉得尸骨无存的人会是谁？千明，谢谢你。该说谢谢的是我。我知道你在茶楼赶我走是为了保护我，但以后别再做这种蠢事了。听清楚，我行事的唯一驱动力就是肃清所有非法欺诈与黑产赌局，把你的黑手从茶楼拿开，否则这份资料下一秒就会出现在警局经侦科的桌面。是顾爷的专线。知道了，他全知道了。后生可畏，能在一夜之间用几条数学公式和物理定律，把我这个不成器的直二八的底库都不剩。青州这盘棋，你算是彻底坐上桌了。顾爷谬赞了。我不过是清理了一些违反基本逻辑和社会公序良俗的系统 bug。顾姐瞒着我搞的小动作，我早就一清二楚。他不过是我扔出去试探你成色的一枚废棋罢了。不过叶千明，你既然打碎了大北城外围的屏障，就意味着你已经触碰到了青州真正的深水区。那里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黑要深。你真以为凭你那些科学公式就能肃清一切？只要罪恶的底层逻辑是贪婪，数学模型就能将它彻底拆解。顾爷，无论水有多深，我的算法一定会算到。好，我等着看你能走多远。不过提醒你一句，赵德江的死活只是个引子，濠江那边的人已经盯上你们了，好自为之吧。千明，昨晚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已经……我说过，我们是同盟，只要我还在，茶楼就不会塌。
顾爷昨晚说的没错，赵德江和顾杰不过是外围的喽啰，这才是青州黑恶势力的核心。一份涉及濠江跨国诈骗集团的坏账名单，大北城背后的资金流向很可能与濠江的那个庞大网络有关。千明，接下来我们面对的将是真正的亡命之徒。正合我意，不把源头的毒瘤连根拔起，反赵的攻势就永远无法闭环。非法的黑金最终的归宿只能是国库。青州的空气似乎干净了一点点。目标确认，启动绞肉机计划。是长焦镜头的多层镀膜反光。低头，别动。千明，怎么了？加速齿轮比异常，底盘下沉度显示车内配重超过300公斤，重装防护车。认识这个吗？刚掉的。这是濠江跨国诈骗集团的血齿轮。看来我们拔掉顾杰这根萝卜，终于带出了底下的毒泥。千明，这是濠江最高级别的生死对赌邀请，行内叫他绞肉机局。凡是接到这枚筹码的人，如果不应战，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暗杀和报复；如果应战，最终的下场往往是倾家荡产、人间蒸发。我们拔掉顾杰这根萝卜，终于带出了底下的毒泥。叶先生，顾爷让我转交，他说濠江的深水区不是谁都能趟的。今晚8点，大北城顶层 VIP 沙龙，顾爷亲自做局，替濠江那边搭个台。千明，不能去，去了就是羊入虎口。告诉顾爷，战书我接了。顾爷说了，奖池里整整3个亿流动资金，只要你赢了，这些钱够你挥霍10辈子。回去告诉顾爷，还有濠江那些藏在下水道里的老鼠，我叶千明坐上赌桌，从来不是为了那几张沾着别人血泪的钞票，我的目的只有一个，终结这场非法的跨国侵诈。千明，你真的要用科学去对抗那些毫无人性的亡命毒吗？罪恶的底层逻辑永远是贪婪，只要是逻辑，数学就能将其彻底拆解。走吧，去见识见识这台绞肉机。叶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濠江分控首席算计师，代号鬼手。听说你在青州用条破公式就扫了赵德海的盘口。物理规律和数学定理，对付你们这些三流骗子，绰绰有余。狂妄！今晚我们玩改良版德州扑克，全名为概率对抗，没有底注上限，每一次下注都是在对冲概率风险。实质上，这就是一场合法的资金清算。千明，他不仅是千王，更是濠江洗钱网络的操盘手。一旦资金进入他的奖池，就会瞬间被分散到几千个海外账户里。开始吧。在概率学面前，你的运气一文不值。怎么会这样？他连看都不看底牌，就能精准压制你？胜率超过 98.7%， 这在统计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然概率。他在出千。第一，洗牌机发牌频率异常，每发出一张黑桃，机械转动局的转速会微降 0.02 秒。第二，高频微表情捕捉仪隐藏在袖扣里，实时扫描我的瞳孔收缩率、面部肌肉微颤和颈动脉搏动频率，然后将数据传输到他的隐形耳机中。第三，特制磁性墨水，扑克牌是用含有微量铁磁性粉末的墨水印刷的，只要手指划过牌面，就能读取牌面信息。原来这就是濠江顶尖的算计，不过是一堆劣质传感器的堆砌罢了。叶先生，你的筹码只剩下不到 10% 了，怎么青州的正道之光今天要在科学上栽跟头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已经腻了，这把我 all in。如果我赢了，你要交出坏账名单，还有秦老板那间破茶楼的全部产权，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着自己一无所有，流落街头。千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技术是不存在漏洞的。既然你依赖数据，那我就给你制造一点数据垃圾。物理学基本定律，静电感应可以瞬间破坏微弱的磁场排列，毛梨台布摩擦系数极高，
足以产生瞬间的静电荷。叶先生，你的微表情已经彻底出卖了你，极度恐慌，肾上腺素飙升。你手里拿到的是烂牌，你在害怕。我手里的是黑桃 A 黑桃 K， 这把公牌已经出了3张黑桃，我是满堂红，拿什么跟我斗？鬼手，你难道不知道微表情是可以进行逆向工程伪装的吗？当你的传感器接收到海量过载的错误情绪数据时，你的算法就已经崩溃了。少虚张声势，开牌吧，让你死个明白！满堂红，去死吧，叶千明！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的传感器明明读出的是乱码。赢了，同花顺，我们赢了！你干了什么？我的设备怎么会烧毁？初中物理，静电击穿效应。我利用摩擦产生的静电荷，瞬间扰乱你特制扑克上的磁性墨水排列，同时让你的微型霍尔传感器产生电泳短路。过于依赖科技出钱，一旦物理环境被重构，你就是个连牌都看不懂的瞎子。后生可畏，还用物理砸了濠江的场子。我顾某人说话算话。这是濠江在青州所有地下洗钱节点的账目数据，有了它，濠江在这里的根算是被你彻底拔了。整个濠江诈骗集团的网络都将在阳光下无所遁形。刚才桌面上这3个亿的非法资金流向，以及这份账目数据，我已经通过高位加密隧道实时发送给了青州市反诈中心。疯子，你这个疯子！你把钱全交了，你自己图什么？千明，天亮了。叶千明，青州的天彻底变了，我们还会再见的。证据确凿，全部带走。收网了。千明，多亏了你，如果不是你当场识破他的静电作弊，今晚被带走的就是我们了。此地不宜久留，濠江的局虽然破了，但大北城的水比我们想象的深。跟我走。怎么回事？门被锁死了！有人不想让我们就这么轻易离开。叶先生，濠江的局您破得很漂亮，但这并不代表您在大北城的戏份就此结束。如果我非要现在结束呢？顾爷说了，濠江的账算清了，但你们和他的私人博弈才刚刚开始，请吧。这种级别的安保，硬闯胜算不足10%，只能先静观其变。别慌，见机行事。两位坐。两位坐。顾爷好大的排场，报警抓了濠江的牵手。您这是要留我们喝庆功茶，还是打算替他们出头？濠江那帮靠科技作弊的跳梁小丑，还不配忍不住。我留你们，是为了算算旧账。这份合同怎么会在你手里？当年濠江集团逼我签下的连环死债，明明说好只要我做引路人就……在地下世界，死债永远是死债。这份本息高达300万的暗花债务合同，我从濠江那里买了下来。只要我把它交给讨债集团或者公之于众，秦岚，你在青州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就会化为乌有，身败名裂。顾爷，用这种卑劣手段威胁一个女人，有失您青州地下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吗？身份，在这里，实力才是唯一的身份。叶千明，我看中你的脑子，
所以我给你一个破局的机会。什么机会？这间密室没有任何电子设备，更没有监控和微型传感器。我要你和我用最传统的21变赌3局。如果你赢了，这份300万的死债合同，我当着你的面烧成灰。如果你输了，千明，不要！他是青州曾经最顶尖的签手，你不能答应。如果我输了，又当如何？如果你输了，你们不仅要还清这300万，你叶千明还得留在大北城，做我顾某人10年的影子。为了彻底斩断兰姐的灰色羁绊，这个局我接了。根据洗牌的拖布学轨迹，他左手大拇指下压的力度在第3张和第9张时有 0.1 牛顿的细微改变，底牌大概率是10或 J。我要牌。小伙子，数学建模确实不会骗人，但你的眼神向左压下角微移了 0.1 秒，左手食指的微颤已经彻底暴露了你的底牌区间。18点，第一局你输了。这不可能，就算你懂心理学，也不可能完全封锁我的随机概率推演。斗勇下乘，斗谦中乘，只有斗智才是最上乘。你太依赖你的数学公式了，却忘了在绝对的洞察力面前，你的每一个呼吸都是破绽。21点黑杰克。第2局我又赢了。叶千明，你的算力到此为止了。顾爷，我们认输，不就是300万的死债吗？我麒麟自己背，茶楼、地皮，我全都抵给你，放千明走。我叶千明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向非法私局妥协这2个字。顾爷，3局2胜，我还剩最后一次机会。不到最后一张牌翻开，看到最终结果，谁敢说我的算力到此为止？有骨气，但仅凭骨气改写不了概率。请洗牌吧。既然常规的马尔科夫链和概率数会被他的动态视力捕捉破绽，那我就创造一个连我自己都无法预测的物理混沌环境。这是千明，快停下！你的手会废掉的。混沌拓扑干扰法，在绝对无序的物理混沌面前，任何动态视力和微表情捕捉都将失效。顾爷，这最后一张牌，你算不出来，我也算不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公平。这种违背人体力学，以自毁换取无序的洗牌方式，逆算子，你竟然会逆算子手法？20年前，能把数学算理与物理混沌结合到这种地步的，全天下只有一个人。那个导人向善、至死反赌的顶尖反战先驱叶天行，是你什么人？他是我父亲，也是被你们这群搞非法黑产的人逼上绝路的父亲。千明，你父亲是反诈先驱，难怪你能在青州掀起这么大的风浪，难怪你要对濠江诈骗集团赶尽杀绝。你继承了你父亲的遗志。千明，既然他认识你父亲，我们趁现在。赵德江之前在海外还有个隐秘的灰色账户，只要我找人破解密码，就能凑够这300万。我们用这笔钱屏障，赶紧离开这里。不行，兰姐，我说过，我们绝不碰那种脏钱。面对这100万债务，
我叶千明绝不向任何非法私从妥协。每一分还债的钱，我都要从那些吸血的骗子口袋里，通过合法的法律手段抠出来，堂堂正正的平掉这笔账。我不信邪，更不信你们所谓的地下秩序。我只要天下无诈。好一个堂堂正正，好一个天下无诈！叶天行啊，叶天行，你生了个好儿子！顾爷，您这是……这场对局本就是为了试探你的极限底线与真实来历。如果刚才你为了求生选择动用黑金或者向我摇尾乞怜，这份合同今天绝对会成为你的催命笛。作为青州本土秩序的维护者，我同样痛恨豪江诈骗集团这种毫无底线、吸干老百姓血汗的做法。但我老了，顾虑太多。叶千明，既然你敢向青州所有的黑恶产业宣战，我大北城从今往后暗中为你提供一切掩护。我不和江湖规矩结盟，我只有一个诉求：彻底铲除青州所有黑产网络，把他们全部送进监狱。够狂妄，也够清醒。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去吧，去掀翻这肮脏的赌桌。天亮了，千明，我们真的自由了。自由？不，兰姐，我们的猎杀时刻才刚刚开始。这张链路图的数据量太庞大了，资金像蜘蛛网一样分散，最后又汇聚到一个点。这是哪里？麦城，一个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表面上靠着废弃矿区的余热苟延残喘，背地里却是整个青州黑产链条的基层资金汇集点。他们利用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做资金兴起，确实隐蔽。我们现在过去。兵贵神速，姑爷给的情报网只能提供大方向。要想彻底斩断这条毒蛇的七寸，我们必须亲自去探麦城的底。上车。左前方3个暗哨，通风口藏着微型探头。这里的资金流转速度快得惊人，每一桌都在进行高频洗钱。散户的钱只是掩护，真正的黑金是通过对赌形式洗白的。看那个庄家，买定离手，压得多赢得多，单车变摩托。没有所谓的运气，只有精密的物理骗局。高频共振，骰子内部的空腔结构和轮排底部的电磁发生器频率重合，通过特定的微电磁场干扰，强行改变数字的物理偏差落点。不是玄学，是低劣的物理把戏。朋友，生面孔啊，压这么偏，当作血本无归。开！开！我操！竟然是7，赔率1赔30，这怎么可能？见鬼了！赔钱吧，庄家。物理偏差偶尔也会有意外，对吗？朋友，你出老千，在我的场子搞事，活腻了！涛子，把这小子的手给我卸了！敢在老五的地盘撒野，小子，你今天走不出麦场。左侧腰部空档，重心偏移。废了他，出事我担着。计算结束，该收网了。条子，怎么回事？撤！快撤！涛子，条子来了还发什么愣？快走！大哥，你身手牛逼，但被条子堵在这儿都得完蛋。跟我来，这边有暗道。你们以为逃脱了，其实你们的老板老五早就把你们俩的名字填在了这份赌场的法人顶罪协议上。你刚才在管道里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老五要拿我们顶罪，你少在这挑拨离间！
老五对我们有知遇之恩。涛子，先别冲动。这位大哥，你既然懂高科技，又这么能打，肯定不是一般人。你到底知道些什么？这是我刚才在赌桌上通过局域网反向入侵鸿运理财后台截获的财务数据模型。这个地下赌局每个月洗白流转超过5000万，这些资金在完成清洗后，所有非法账目的数字签名全部指向了这2个虚拟账户。按照法律，一旦警方查获这里，你们2个就是主犯，涉案金额5000万，足够你们在牢里待到下辈子。而你们口中的老五，早就带着洗干净的钱远走高飞了。这不可能！我只是个拉客的门徒，老五不会这么对我们。大哥，明哥，你既然把这事告诉我们，肯定有办法救我们，对不对？我韩阳虽然贪财，但我不想死啊！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端掉麦城所有的洗钱黑产，作为交换，我以青州正规反诈公司的名义，高薪合法雇佣你。你们帮我引出老五背后的总网，我保证你们全身而退。跟着我，堂堂正正的活。洗钱网络最怕的是资金链断裂。要想引出麦城片区的总头目老五，我们不能硬闯，必须让他主动来找我们。所以，我们要组建一个反向数据流水局。胖子，你在这个圈子混了2个月，认识的中介不少，你要把风声放出去。就说有一条海外的大鱼，嫌底下的小厂子消化能力太差，急需找麦城最实力的大庄家吃下这笔巨额流水。明哥，你放心，论吹牛逼，我韩阳在麦城认第2，没人敢认第1。只要鱼饵够香，老五那帮吸血鬼绝对闻着味儿就来了。老五为人极其多疑，他手下的高级暗房防守严密，不仅有专业荷官，还有干扰设备。你们如果露馅儿，我们会死得很惨。在绝对的数学和科学面前，他们那些所谓的高级防备，不过是原始人的抓阄。准备行动！我大哥的实力你们不用怀疑，3000万美金，3天内必须洗白。规矩我懂，抽水你们拿大头，但我大哥要求绝对的安全和速度。胖子，你以前就是个拉客的废柴，现在攀上高枝了，3000万美金，你吃得下吗？我们老板时间宝贵，如果你们接不下，我们明天就去杭江。麦城的格局看来不过如此。2位稍等，这笔买卖太大了，我必须请示上面。我们老板答应见面了，不过地点得由我们定。今晚12点，城郊废弃肉联厂地下室。那是一个信号盲区。很好，希望你们老板准备了足够大的胃口。张涛、韩阳，我给你们饭吃，你们联合外人来掀我的盘子！是你先要把我们当替罪羊的，账本我们都看过了。账本，看来你们知道的还挺多，那就更留不得你们了。明哥，桃子，救命啊！放开我！老五，你有什么冲我来？放了胖子！今天你栽了，现在立刻交出冷钱包的资金密钥，然后自废双手，否则我不仅这死胖子你保不住，连这个漂亮的女人也别想好过。明哥，你救救胖子！你说过只要我们跟你干，保我们没事的。你说话呀！张涛被控制，秦岚无战斗力，强行突破胜率0.3%，交出密钥被灭口的概率99.9%。唯一的破局点在于打破敌方的心理预期锚点。密钥，自废双手。兰姐，把密码箱带上。这笔交易风险太高，投资回报率不成立，我放弃。好的，老板。你给我站住！你不管他们的死活了！叶千明，你个王八蛋！你丢下我们！2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棋子罢了。不过我提醒你，没有我的密钥，那个冷钱包连接了高压自毁程序，强行破解，里面的3000万和你们账上的2000万流水会瞬间化为乌有。你要钱还是要泄愤，自己选。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人物，原来是个没种的怂包，想用这种欲擒故纵的马戏吓唬老子，给我把他们乱刀砍死！剁了他们！臭子！怎么回事？停电了！操！给我看手电，别让他们跑了！明哥没有放弃我们，他在制造机会。胖子，没事了！警察，全部抱头蹲下，放下武器，反抗者就地击毙！就地击毙！叶先生，感谢您提供的精准洗钱账本和资金密钥。麦城这颗毒瘤，今晚算是彻底连根拔起了，所有非法资金已成功拦截并冻结。这是他们跟上层网络的联络密文，辛苦你们了。我韩阳这辈子没服过谁，以后我这条命就是您的。明哥，对不起，多亏明哥，我脑子笨，错怪你了。要不是你最后那一手断电，我们今天全得折在里面。做反诈，面对的是最狡猾的恶徒，有时候，极致的冷酷，才是最有效的保护。记住你们今天的承诺。以后，走正道。千明，麦城的事了结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恐怕是比老五可怕100倍的真正幕后黑手了。无论这黑暗有多深，我都会用科学和真相将它们一层层剥开。老五那孙子平时嚣张的很，最后被警察按在地上的时候，那脸色就跟吃了死苍蝇一样。以后咱们就跟着明哥走正道，明哥指哪儿，我张涛就打哪儿，绝不含糊。明哥说啥就是啥。老五只是一个资金中转转的看门狗，麦城的洗钱网络能铺得那么大，背后必然有一张更庞大的跨国数据网，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千明说的对，老五出事，他背后的资金盘绝不会善罢甘休。我只怕……操！什么情况？胖子，抄家伙，保护明哥！好球！操我！千明是境外雇佣兵级别的安保，我马上发定位。没用的，附近基站的信号已经被大功率设备屏蔽了。对方不是来要命的，是来验货的。好胆识，叶先生，久仰大名了。老五那个废物，果然不配做你的对手。郝先生来晚了一步，老五现在应该已经在审讯室里喝茶了。老五进去了，那是他蠢。我本来想捞他，但看到叶先生在暗房里的那手高频脉冲断电，我突然觉得老五死不足惜。比起他，我对叶先生这颗能够建立绝密数据寮、瞬间看破各种机关的顶级大脑更感兴趣。放了他们，有事冲我来。放了他们，有事冲我来。叶先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既然如此，那就请叶先生和秦小姐赏个脸，去我的寒舍喝杯茶吧。如果我们要拒绝呢？秦小姐是个聪明人，在青州和麦城的交界地带，我说的话就是物理常数，无法改变。请吧。这车防弹级别是 B7，
连反器材狙击步枪都打不穿。叶先生，这个世界远比你看到的要庞大。任何庞大的非法数据，在警方的天网面前，最终都会归零。不过，郝老板摆出这么大的阵仗，恐怕不是为了请我喝酒这么简单。哼哼，快人快语，老吴掌握的仅仅是我手里10%的资金流，我马上要接盘一笔来自行奖的30亿跨国坏账。我需要一个能够搭建完美对冲模型，让所有资金合法化的高级架构师。30亿，你们想洗空青州的流动资金？这是商业，秦小姐。叶先生，只要你点头，你不仅能得到一辈子花不完的财富，你在青州将拥有真正的特权。我的规矩很简单，证明你手里的东西值得我出手。好，有脾气。那今晚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绝对算力。欢迎来到我的地下帝国。这里根本不是什么赌场，这是一个跨国洗钱的数据中枢。叶先生，这只是冰山一角，但要坐上我身边这个首席架构师的位置，你得先证明你的脑子比我养的狗好使。阿尔法，我手下的数据发牌机，精通各类纸牌的妥布学排列。贝塔，高频道子推演专家。听说你在大北城用混沌洗牌法赢过鬼手，那种小把戏，在我们这里活不过3分钟。你的数学模型太落后了。废话少说，玩什么规则？这一局不赌钱，赌命。筹码就是你们彼此的脑力，3局2胜，规则随你们定。赢了，你取代他们；输了，我会把你做成标本，永远留在这里。第一局最简单的德州扑克，不过还是金属的，洗牌过程只有3秒。你准备好了吗？这种速度，人类根本无法记忆排序。开始吧。空气阻力系数 0.04， 金属派摩擦系数 0.15。贝叶斯定理实时更新每一张牌的后验概率。梭哈，你的计算能力跟得上我的洗牌速度吗？千明，他在诈你，他的微表情太镇定了。他不看底牌，是因为他早就通过刚才的完美洗牌，将想要的牌停在了对应的位置。这是一个基于马尔科波链的概率陷阱。看出来又怎样？你算不出他的底牌是什么，是吗？根据你洗牌时的切牌切角，以及最后一张牌落下的重量加速度差异，你手里的底牌是黑桃 A 和黑桃 Q， 你正在等一张黑桃10凑成顺子。你胡说八道！很遗憾，你要的黑桃10，刚才因为空氢气湿度的微小变化，产生了一点静电吸附。现在它在我手里。你的马尔可夫链模型算漏了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常数：温度与静电。第一局，你输了。废物，贝塔，你上！第一局算你运气好，这一局我们玩点硬的，急速猜点。不对劲，桌面的磁场在发生微观扭曲。他的眼镜不仅是近视镜，镜片边缘有高频频闪，是微型视网膜透视仪，配合他手里的特制磁力斗子，他能直接看到骰盅内部的结果。我猜是4、5、6大。轮到你了，数学天才。这种依靠纯高科技硬件作弊的手段，单靠大脑计算几乎无法破解。
因为对方看到的是既定事实。贝塔，你听说过光线的全反射定律和高斯盲区吗？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快下注！透视仪的波长被酒杯的折射率干扰，他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光影折射后的镜像错觉。我觉得你猜错了，里面的点数应该是1、2、3小。你是在垂死挣扎，你的物理微表情已经出卖了你的心虚。开！这不可能！我明明看到的是……你明明看到的是4、5、6，很可惜，你启动微型视物膜透视器的时候，没算过这只带有32个切角的银杯，在特定光源下的折射率高达 1.8 吗？你看到的大，只是折射后的镜像。用这种低劣的作弊手段也配叫算法大师？你的数据闭环全是破绽。好，哈哈哈哈哈哈！太精彩了，完美的物理反杀。叶千明，只要你签下这份效忠协议，这地下帝国1半的利润都是你的。跟着我，你就是青州地下世界的王。千明，1半的利润，郝老板确实很大方。聪明人懂得顺应规则，老五那种蠢货只会用暴力，而我们用的是脑子。签吧。我的脑子是用来将你们连根拔起的，而不是用来帮你们算账的。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告诉你，你们的跨国黑产，我叶千明全盘接下。给脸不要脸！既然你不能为我所用，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要么帮我做事，要么把你这双敲击键盘的双手给我留在这里。郝老板，动手之前，不如让你的技术总监看看你们的主服务器后台现在是什么情况。后台怎么回事？不好了，我们的核心洗钱数据库被植入了一个极度复杂的反向追踪后门，防火墙完全被一种未知的高速加密模型锁死了。废物，给我破解它！破解不了，这个加密算法每秒钟中都在进行拖布破变，一旦倒计时结束或者强行切断电源，所有交易明细和客户名单自动打包上传至省厅警用网络。只有我脑子里的逆算子密码能解开。现在郝老板，你觉得是我留下双手，还是你们整个帝国为我陪葬？好一个破釜沉舟，叶千明，算你狠！把枪放下，放他们走。多谢郝老板款待，记住，这只是个开始。撑住，我们走。明哥！好讲的跨国网络，这盘大棋终于要收网了。千明，喝点水。刚才在地下博弈场，你的精神力透支太严重了，我们现在必须找个安全屋休整。休息？郝老板可不会给我们休息的时间。我刚才在他们的主服务器里植入后门时，截获了一条最高级别的紧急资金调度指令。郝老板为了填补那30亿被锁死的窟窿，正急于寻找新的血包。蓝天大都会，那是麦城最顶级的私人商务会所。没错，他在那里组了一个局，联合了青州的另一条地头蛇林建国，准备围猎实业家王中原。王中原手里有10亿刚从海外回流的干净资金，如果让郝老板吞下这10亿，他不仅能彻底缓过气来，甚至有足够的资金重新搭建防火墙反杀我们。明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报警吗？抓贼拿赃，现在报警，他们只会轻飘飘地说是普通的商业聚会。我们要去现场，亲手拆掉这个杀猪盘。张涛，去蓝天大都会。
王总，这次的海外矿产期权对赌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今天就全当娱乐，赢了拿股权，输了就当交个朋友。哈哈，林总客气了，我这10亿资金既然拿出来了，自然是要见见真章的。叶千明，你怎么会来这里？郝老板，你的待客之道还是这么粗暴。听说这里有几10亿的投资项目，作为独立风投顾问，我难道不能来凑个热闹？你找死！郝老板，距离省厅收到你的完整犯罪数据还有不到40分钟，你确定要在这里跟我撕破脸？叶先生说笑了，既然有兴趣，那就一起玩玩。这位年轻人是？哦，王总，这位是叶先生，业内顶尖的精算师，也是个狠角色。王总，久仰。发牌吧，让我看看这10亿的局究竟有多深。5000万，这把牌我跟到底。哼，王总今天气势如虹，我这牌是顶不住了，弃了。算错了一个概率机制，这把我弃了。千明，你的状态不对，我们撤吧。L 代表林建国 ，H 代表郝老板 ，Z 代表账目。千明是让我暗中黑入会所网络，核实他们2家的资金往来流水。2亿，梭哈！老子忍你半天了，从刚才开始，你小子就在那装死，现在突然下重注，绝对有问题。李总，牌桌上有牌桌的规矩，你这是干什么？王总，我早就怀疑这小子不干净，这是最高精度的磁场探测仪，这房间里有异常的高频微型射频信号，你身上绝对带了微型算法设备作弊。今天你要是不脱光了检查，休想走出这个门。叶先生，既然李总提出了质疑，为了自证清白，你是否需要解释一下？哼，检查可以，但我怕你们查出来的东西会把你们自己送进监狱。少装腔作势，脱！把外套、手表还有那副破眼镜全给我摘下来！如你所愿。来，用你那可笑的探测器，好好扫一扫。不可能！信号源刚才明明还在。扫完了，那么现在该轮到我了。真正作弊的设备，在他的头发里。你血口喷人！我只是个发牌的，怎么可能作弊？王总、李总，你们要替我做主啊！姓叶的，你这是狗急跳墙、栽赃陷害！栽赃，在我的字典里，只有科学推演，没有栽赃。根据物理抓取动作惯性余效定律，
人类在进行撩拨头发这种无意识的放松动作时，肩部三角肌的收缩幅度应为15至20度，手指接触发丝的施力为渐进式。但你刚才在发第4张转牌前撩头发的动作，三角肌收缩幅度达到了惊人的45度，并且你的指尖在接触发际内部时，出现了微秒级的停顿与发力，这绝对违背了肌肉舒张的自然规律。我没有，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不是在理发，而是在释放藏在发际里的磁吸微型发排器。现在呢？郝老板，铁证如山，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不关我的事，真的不关我的事，是李军，是他和林老板逼我这么干的，这机器也是他们装在我的头发里的。你敢乱咬人，老子弄死你！找什么？林建国、李军，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王总还看不明白吗？这根本不是什么投资对赌，这是一场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10亿杀猪盘。那个微型发牌器内置了突视拖扫描算法，能实时读取每一张牌的墨水磁性特征。林建国负责用假象诱导你下注，李军负责用重注给你施压，而郝老板则是幕后的资金调度者。除了你王总，在座的其余人全都是郝老板布下的暗桩，他们利用数学概率和物理作弊，一步步蚕食你的资金。只要今晚这把梭哈一输，你的10亿干净资金就会在3分钟内通过虚拟币网络洗白，彻底人间蒸发。好啊，好你们个林建国，好你个郝老板，我拿你们当兄弟，你们居然联合起来做局坑我！马上冻结所有正在转账的资金授权，1分钱都不准放出去！叶千明，我筹划了半个月的局，就这么被你毁了！既然你不给我活路，那就一起死，给我砍死他们！郝老板，你觉得我们来拆局会毫无准备吗？警方已经包围了整栋大楼，你们所有犯罪行为的证据，我已经全部同步给了省厅经侦大队。林建国、李军，你们涉嫌参与特大非法商业欺诈及洗钱案，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顾爷，救我！我的盘子全被叶千明那个疯子砸了，给我安排偷渡的船，快！千明，刚才在里面那么混乱，为什么故意放郝老板走？以张涛的身手，完全可以留下他。打死一只苍蝇，解决不了粪坑的臭味。我在破解他们服务器时，顺手在郝老板的卫星电话里植入了最高级别的反向追踪木马。郝老板现在不仅是个穷光蛋，还是个绝佳的探路者。他为了活命，一定会逃回他的老巢，寻求最高层次的庇护。濠江，那可是整个跨国诈骗网络的真正大本营。顾爷背后的势力也在那儿。青州的毒瘤虽然切除了，
但真正的战役才刚刚开始。跨国黑产，我叶千明会用科学和逻辑，一点一点把你们的罪恶帝国连根拔起。千明，濠江的水比青州深太多，那里是整个东南亚非法资金的旗舰地，顾爷背后的利益网络也在那里盘根错节。我们就这么2个人闯进去，无异于羊入虎口。不拦截，我们是去抽干他们的血库。郝老板这条败犬，现在肯定已经躲进了他主子安排的安全屋。顺着他留下的电子尾迹，我已经锁定了杭江外围的一个重要资金中转站。什么地方？葡金创投。表面上是做高新科技天使轮投资的顶级沙龙，实际上是利用对赌协议和高频量化交易为噱头，疯狂洗白境内黑金的地下洗钱所。既然他们喜欢玩高端商业对赌，那我们就伪装成手握巨量内地资金的量化数据代理人，堂堂正正的从正门走进去。设备都正常吗？微型信号屏蔽器已开启，他们查不到我们的真实背景。记住你现在的身份，大中华区顶尖暗池基金合伙人，而我是你的首席精算师。私人沙龙，非要误入。告诉濠江林哥，内地有笔8000万的技术服务费，需要找个干净的池子过一下。2位贵客，林哥在顶层 VIP 室等你们，请进。8000万的单子，我还以为是哪路神仙，哼，原来2个细皮嫩肉的内地客。怎么，内地的池子装不下你们了？林哥说笑了，我们只看重效率和安全。听说不金创投的量化对赌通道最干净，资金进去3天就能以合法外资投资的名义洗白出来。通道是干净，但规矩得我来定。这是一份高规格商务对赌协议，你们把资金打入我们指定的资金盘，参与我们的量化对赌局，赢了你们拿走本金，外加10%的利润，资金彻底洗白；输了全盘归我。不过，作为场地和通道提供方，我得先抽40%。林哥，你这是抢劫！华尔街最黑的池子也不过抽12个点，你当我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老子的话就是规矩，你们要是觉得委屈，现在就可以滚。不过，你们这8000万恐怕1分也带不出这层楼。40%的抽成可以，但如果我们在对赌中赢了，超出本金的部分，也就是你们的资金盘，我要拿走80%。哈哈哈哈！拿走我的资金盘，小子，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屋子里，连一只苍蝇的飞行轨迹都在我的 AI 测算中。好，我答应你，我倒要看看你这只内地来的肥羊怎么在我的地盘上翻天。这份协议就是你非法诈骗的铁证。今晚8点，大厅初级试探局，别让我失望啊，大精算师。哼，有趣。小心点儿，这里不简单。游戏结束了，放出3号干扰数据，我倒要看看这个自称华尔街回来的精算师怎么破解我的高频算法陷阱。买入 C 盘口，设定止损线为5%。D， 对赌回合结束，本金亏损2%。千明，你在干什么？这种基础局，你闭着眼睛都能赢。再这样磨下去，8000万都要被他们抽干了。水太清，大鱼不咬钩。林哥这种级别的看门狗，根本不值得我动用真正的算法。
我要逼他自己把底牌亮出来。就这，老子以为来了条过江龙，结果是个只会背书的草包。这种平庸的流水，怎么填我上面那位主子的胃口？把他给我带上来！小子，你耍我！在下面磨了1个小时的佯攻，连最基础的黑客手段和后门植入都不会用。你知不知道老子给你开通道，是为了配合收割更大的盘子？你这种软脚啥的搞法，老子要赚到猴年马月去！找死！找死！林哥，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嫌我赚钱慢？我不用高级手段，是因为你们的资金盘破绽百出的让我觉得恶心。放什么屁！刚才那1个小时，我不仅在输钱，还在通过你们极度简陋的局签网逆向测算你们资金的最终流向，都汇入一个加密账户，而那个账户的资金吞数量每天高达几10亿。林哥，你在这个盘子里充其量就是个跑腿的马仔，你的权限根本不配让我动用真正技术。我们手里的这8000万只是敲门砖。如果你吃不下，或者你不配吃，那就让你背后的真正当家出来跟我们谈。好小子，难怪敢来濠江撒野。原来你是想见王董。不过，王董的局可不是闹着玩的。既然你们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签名，我托濠江的线人查过了，这个王董本名王天海，真正的话事人。他生性极度多疑，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所有的地下对赌和资金交割都在他的私人庄园里进行。越是多疑的人，对秩序和掌控力的要求就越高。昨晚我在林哥的厂子里故意展露逆向追踪的能力，王董一定收到了消息。对于手握巨额资金且具备高科技背景的杨，他不可能放过。哪位？林小姐，昨晚在林哥那里的表演非常精彩。我是王天海。王董，久仰。看来林哥这只看门狗传话还算利索。年轻人，火气不要太大。既然你们觉得林哥的池子太小，容不下你们的8000万，那今晚8点，我的私人庄园我亲自组局，设计标的额5个亿。不知道叶先生的量化数据能不能接得住？王董的规矩，任何电子设备、金属物品，甚至带有磁条的卡片，一律不准带入。防蓝光的，没有隐蔽电路。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叶先生。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首席安全官埃达。他不仅是荷官，更是全球顶尖的行为心理学与 AI 监控专家。在这个房间里开启了最高级别的热成像器与微表情捕捉 AI 系统，你的心率变化、瞳孔缩缩、肌肉微串，甚至指尖的静电反应都会被 AI 实时分析。任何试图通过物理肢体作弊或者利用微型设备串联数据的行为都会触发警报。准备好输给我了吗？王董，废话太多会干扰我的计算，发牌吧。对赌协议已锁定，初始底池2000万，发牌。心率曲线平稳的犹如一条直线，微表情分析结果显示无波动，肌肉放松。加注1000万，叶先生，
在绝对的监控下，你的那些小动作毫无用武之地。千万不能注错，任何一点异常都会引来杀身之祸。跟住，1000万。AI 监控捕捉的是物理异常与情绪波动，只要我完全放弃肉体动作，纯粹依靠记忆力记录已发出的牌，并用极致的数学期望值心算来推演概率，这套 AI 系统就是一堆废铁。秦岚，跟住，一切都在计算之中。加注2000万，再加3000万。老板，系统检测不到他有任何作弊行为，也没有任何心理伪装的痕迹。他就像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在面对数亿资金的得失时，绝对不可能没有情绪波动。他一定是用什么方法骗过了 AI。王董，你太迷信你的机器了。AI 只能捕捉人类的弱点，但如果一个人在进行绝对理性的数学计算时，它本身就不存在弱点。你现在手里是一对 K， 公共牌面是红桃 A， 黑桃10，方块7。你拒绝的我在诈你，因为我的行为违背了你认知的赌毒常理。你的多疑正在疯狂消耗你的理智。闭嘴！你这是心理战，想诈我弃牌，没门儿！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谁掉进了谁的陷阱。All in！ 我把外围所有的资金盘都压上，小子，你敢接吗？这5个亿不仅是钱，更是彻底击穿豪奖外围诈骗网络的核心证据。老板，系统判定他在害怕，他的牌绝不可能大过您，他在强装镇定。机器是不会骗人的，叶千明，你终究是个凡人，你输定了，开牌！王董，你知道在博弈论中最高级的诱导是什么吗？是故意露出一个破绽，让极度依赖机器的你以为自己抓住了真理。不可能！刚才的恐惧情绪怎么可能是伪造的 ？AI 不可能测算失误 ！AI 不可能测算失误！通过控制呼吸频率和局部肌肉收缩，强行制造0.5秒的微表情假象，对普通人来说很难，但在建立过数万次人体力学与生物电磁模型的我眼里，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物理控制题。5个亿，我的资金链断了，全断了。王董，外围的资金池干了，你背后在豪江核心圈的那些大佬，恐怕不会放过你吧？救我！你们竟然拿了钱，不能见死不救！这钱要是交不上去，黑龙会的人会把我切碎了喂狗的。想活命可以，这是进入豪江跨国黑产核心圈的最高级别入场券。我要这块巧门砖，至于你，准备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吧。你的罪证10分钟后就会出现在青州和豪江警方的联合专案组桌上。
一场针对跨国犯罪集团核心层的终极猎杀正式拉开帷幕。王董的资金盘已经被我们彻底截断，专案组也收到了证据。接下来，你打算怎么用这块敲门砖？王董不过是个代理人，真正的黑手藏在更深的地方。每一个高级筹码都内置了军用级的 RFID 定位芯片，用来防伪和追踪。找到了濠江真正的核心枢纽——公海邮轮黑龙号。什么？你说在哪儿？那里不受任何管辖，鱼龙混杂，情况非常复杂。正因为是法外之地，他们才会肆无忌惮地把所有赃款集中在那里。去码头。也站住！私人海域，闲杂人等滚开！睁大眼睛看看，我是不是闲杂人等？原来是持有黑龙令的贵客，得罪了，请上船。郝金友，你少在这儿猫哭耗子！我这10几个亿的资金转出来，缩水了一半不说，现在全陷在牌桌上了。王总愿赌服输，上了我黑龙号的船，规矩就是筹码说话，跟不跟？叶千明，你这阴魂不散的煞星怎么会在这里？郝金友，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毁了你青州盘子的数学疯子。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级数据顾问叶千明。拿得出黑龙令，算你有点本事。不过，你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是想砸场子？不，我是来谈合作的。郝老板那种粗糙的签术和手法太落后了。这种涉及10亿资金的资产重组局，普通的荷官根本控制不住风险。这个荷官的位置我接了，我保证今晚的资金池会达到你们想象不到的数字。